来，小兄弟，吃2条面包虫补补身子。这家伙总是受伤，所以必须要吃好一点。吃饱之后，我要去山上捡鸟去了。最近茶园又在大面积修剪，无数的鸟窝遭到了破坏。我们去捡捡漏。这几个造粪鸡也要给它们喂饱，不然的话一直叫个不停。这有一只家伙都会自己吃的。出门在外肯定要带个保镖啊！你们说是带着狗子，还是说带着鸭子嘞？谁跟着我，我就带谁。温度太高了，先喝完1瓶水再走，瓶子不能乱丢。进去吧，兄弟，废了。进去吧，大哥，我又醒了。山上蛇很多，带一根烧火棍，提高安全度。就这一片茶山上，这几天正在修剪茶树。今天早上他们跟我说，一大早他们已经丢了好几窝鸟了，可惜我都没去。上来了，这狗子现在真的是越来越废了，爬山还不如我。看这个茶树被修的光秃秃的。每年这个季节，这茶叶里面很多喜欢在灌木丛里面做窝的小型鸟都要遭殃了，因为这个季节遇上它们繁殖季，又在大量修剪。这是一个白头杯的窝，空的。这里还有一个窝，刚做到一半就被抄家了。又捡到一个白头杯的窝，这白头杯数量这么多吗？找一下小鸟有没有掉地上。哎呀，有蛋。哦，这蛋是碎的啊。这一颗也碎掉了。我的手是特别轻啊，刚刚接触它的一瞬间立马就碎掉了，不是我的原因。好像就2颗蛋没了。看人家这窝做的多精致啊，装修的这么好，可惜家没了，这个也是没办法的。茶树上面还有一个窝，没有遭到破坏，里面什么都没有。这应该是黄藤鸟的窝。你们看这是什么窝，也挺精致的。这一个窝很新，可能是他们刚刚做窝，还没2天，过2天就准备下蛋了，结果家没了。又捡到了一个。这今年的鸟窝数量有点多啊，都被破坏掉了。这一个里面好多鱼粉呐，感觉小鸟已经飞走了，或者窝被破坏的，它们掉在这地上了。我们找找。哎，这里有一颗鸟蛋，白色的。这个蛋拿在手上的重量，我感觉它已经没用了。然后你们看一下这个窝里面很多鱼粉，说明之前有小鸟住过，小鸟飞走了，或者说就在这附近。然后这一颗蛋是没有受精的，大概率没啥用，不过还是带回去放到孵化器里面试一下。出来找了1个多小时，没什么特别的发现，就一颗没有用的鸟蛋，好的还碎了。先把这一颗蛋带回去放到孵化器试一下。我都不知道狗子啥时候已经自己回去了，没看到了，可能时间太久了还觉得无聊。回家。这个小老鼠现在鬼鬼祟祟的，给它整点酸奶喝一下。这吃个东西还小心翼翼的，怕我呀？不是我你能长这么胖吗？放这里让它自己吃。3天不给它搞吃的，就变得特别亲人。天天给它放吃的，它基本上都不理我了。所以说这家伙吃饱了就不认人。吃饱了，估计又要跑路了。哎，是被狗子给吓到了吗？好像不见了。出来了，出来了。你不要追它啊！你这个吃素的还追它干啥呀？现在属于半吃饱的状态，给它好吃的都要骗它半天才过来。吃饱就跑了，过去看一下去哪儿了。这边猫比较多。哎，小老鼠没发现，看到一只大公鸡，这应该是我家的吧？又跑到别人这里来偷吃。别人都碍于邻居的关系，不好意思说，他一点都不自觉，出来了就往别人这边跑。跟我回去吧。进去吧，别出去了啊！
这天天的玉米、小鸡饲料，还有各种粗粮，你还要出去偷吃啊？不科学。被大公鸡耽误了一会儿，出来找小老鼠，结果不见了，估计是找不到了。但是我找到的这个家伙，仙女哥的孩子，跑这里来了。旁边还有几只猫嘞，刚看到我来了，就剩一只了。这家伙好看吧？可惜不是手养的。要不是鸽子爸爸一直追着喂，这家伙现在应该很听话。我发现仙女哥现在繁殖的孩子都挺好看的。过来的这一只是他们上一窝的孩子，也挺好看的。这一只也是，我发现仙女哥繁殖出来的孩子，每一只颜色都不一样，反正都挺漂亮的。又下2个蛋，不知道这一窝会是什么样子。你们这几只鸽子，差点让我把正事给忘了，不说要去找小老鼠吗？走吧，我们去找一下。最后我看到它跑到这边来了，前面好多猫啊，狗子追到别人家里面去了。我好像看到小老鼠了，跑到别人南瓜地里面去了。这也太茂密了吧，这怎么看啊？下次再回来我要给它关2天，越跑越野这家伙。这别人家的佩奇又长这么大了，过年又能吃猪肉了。走了走了，回家去。本来我还说找不到小老鼠，干脆回来给狗子再洗一个澡。上次给它洗了个澡，还是干净了不少。结果好像又停水了。上次我说我们这边吃的水都没有，好多人都觉得不可思议。你们自己看，我们这边经常停水，不过已经在解决了。我相信很快我们都会有水吃。整的这帮鸭子，有的时候实在是没水喝了，我就在池塘里面给它们打点水。这几天我发现每一桶水里面都有小鱼苗，特别小，整的我还小心翼翼的，每次都要把它们给放掉。回家吃饭，等一会儿再出来找一下那只小老鼠，别被这帮猫给灭了。他们家养了4、5只猫，现在风险系数很大呀。赶紧把水倒掉了，看一下，还好还没死。我真的是打死都想不到，有一天这个家伙会钻到这个瓶子里面去。被我发现之后，赶紧把水给全部倒掉了。刚才我试图把它给倒出来，出不来呀，然后又拽它的腿，它拼命的挣扎，我怕把它腿给扯断了。所以说我准备把瓶子给锯开。这下好了吧？浪费我一个储存水的瓶子。不过这个家伙还活着，也是万幸。求生欲特别强，爪子的抓力还行，应该是没啥事儿。这要换成其他的鸟，可能早就淹死了。我真的很好奇它钻到瓶子里面是去干啥去了。还好我要拿桶给鸽子换水，结果就发现这个家伙在里面。一开始我还想着肯定救不活了，赶紧把水给倒了，没想到它还是活的。找个笼子先把它关起来，然后让它羽毛晾干。现在温度特别高，不需要用吹风机给它吹。就这里吧，可能半个小时羽毛就干了。等一会儿我们再过来看一下，看起来问题不大。我之前不是给大家说我们这边长期停水吗？所以我买了很多桶装水。这个桶用完之后，等有水的时候会储存很多水，喂鸟啊、喂鸡啊、喂鸭子都可以。结果就出了这事儿。要说别的鸟往里面钻，我还想得通，这玩意儿钻进去干嘛呀？而且我发现桶里面还有一块肉，我怀疑是不是他想把肉藏到桶里面去，然后掉下去了。现在外面的温度很高，在外面吹了半个小时的风，羽毛基本上已经干了，不过状态还是有一点点差。来试一下你现在的这种状态，敢不敢动鸽子？其实平时它也不敢啊，血脉还没有觉醒，不然的话早都把它放到山上去了。这一只鸽子就不能看到我，看到我之后不停地转圈圈。来呀，攻击伯劳啊！它不敢，有血脉压制。给它整了一个面包虫，它直接飞到树上去了，看起来是没啥事儿啊，状态没有正常的时候好，不过相信过几个小时就会恢复，已经没啥事儿了，救回来了。哎呀，拆弹了，拆弹了！又有熊孩子破坏鸟窝，朋友给寄过来了，拆开看看。朋友是做果园的，这个包装非常到位，蛋肯定没有破。蛋我估计是孵化不出来了，因为这是贝类的蛋，
贝类鸟一般的最多就下4颗蛋，所以说这个蛋大概率是已经被母鸟给孵化过了。这中间已经好几天了，没有保持正常孵化的温度，所以说能孵化出来才见鬼的。但是朋友说里面没有血丝，试试吧。大头朝上，蛋静置12到24个小时，再放入孵化器。孵化到第7天的时候，我用手电筒的灯光一照，里面什么变化都没有，和我预想的一样，没用了。当初朋友说没有血丝，我估计是什么原因呢？第一，这个蛋的颜色是紫色偏红色，所以说里面如果有微弱的血丝，你不用强光手电去比较黑暗的房间照的话，是看不透的。像这种被孵化过的蛋，在夏季温度比较高的时候，你放个10个8个小时，问题不大，因为本身都有30多度。但是你要在外面放个几天，加上昼夜温差比较大的话，神仙都救不了它。顺便给大家说一下这几个蛋的来历，免得有人说我自导自演，或者说我掏鸟窝啥的。我朋友是搞果园的，然后经常也给我寄水果，然后有游客去他那里摘桃子，小孩子就把鸟窝给拆了。本来我让他能不能找到地方，找到位置的话把鸟窝给放回去，或许还有救。找不到，因为他的果园实在是太大了，所以说没办法，就死马当活马医给我送过来的。所以我还是在这里建议大家，碰到类似的情况，最好能找到原位置，把鸟窝放回去。这是上策，这4颗蛋没啥用喽，4条小生命呢，非常可惜，丢了吧。我刚刚丢鸟蛋的时候，听到前方竹林里面有土话梅发出的惨叫声，该不是我放生的土话梅被猫抓了，或者被伯劳给抓住了吧？咱们赶紧去看看。惨叫声还是这么明显的，就在这个位置，声音越来越大了。飞走了一个，瞬间安静了。主要是这草太深了，我担心有蛇，不敢下去。观察了一下，好像是一群土话梅在这里打架嘞，肯定有我放生的那2只。不管他们了，回家去。回家的路上看到别人家种的黄瓜，这么大一根一根的，这都老了。农村的菜根本都吃不完，太多了。哎，这有翅膀的就是好啊！我回来之后发现这2家伙已经飞回来了，在这里晒太阳了耶。这一只脚好像受伤了，可能是刚打架被打的。好，只要还活着我就不操心了，剩下的你们自己打。他们2个每天晚上现在准时回家，天天都在家里面睡觉。早上又整了40斤鸽粮回来的，现在鸽子越来越多，真的是特能造，每个月打底都是40斤。关键是送别人的几只鸽子全部都飞回来了，感觉以后送鸽子不能送得太近了，没啥用，一下就飞回来了。有一只送出去的鸽子飞回来之后，被我家另外一只鸽子给欺负惨了，好几次都掉到池塘里面，被我救起来了，又掉下去了。这一只太瘦了，所以老是被欺负，等一会儿把它关起来养一段时间。好难搞啊，送得近的它们飞回来，远一点又运输不了。最近的私信60%都是问我要鸽子的，好多地址都发过来了。这东西运输不了，活物不能快递，不然的话可能有100万只都是不够送哦。其实我比较在意的是这2只天天咬我的公鸽子，这一只嘴巴比较短，咬人特别舒服，我每天都要让它咬2口。这一只也特别喜欢咬我，它嘴巴比较长，咬人相对来说痛一点，不过也还好吧。对的，这一只母鸽子我也挺喜欢的，不过它不会主动攻击我，都是我惹它之后它才会咬我，也特别有意思。这个家伙，你说你们几个怎么都喜欢攻击我嘞？你们就不能互相咬一下吗？来，放到一起，转移矛盾，互相攻击，不好使啊。他们看清楚是同类之后就不打了，然后还是喜欢打我。鸽子从上面咬我的手，脚下有鸭子咬我的腿。这几天我发现这几只鸭子又开始喜欢咬人了，别说鸭子咬人是真痛啊。所以说呢，作为比较喜欢拱火的我，必须要给他们制造一点矛盾，让他们互相攻击，总要心里找一点平衡，是不是？哎，干得好，干得好，鸽子你是好样的。
真没用，这么大的块头居然打不过一只鸽子，落荒而逃啊！其实我主要是想看这玩意儿被揍，这家伙太彪悍了。家里目前养的动物好像还没有能打得过他的。这家伙偶尔能偷袭他一下，但是多数都是输的。来，奖励你咬我一口。好，差不多了。这家伙好像又下蛋了，现在已经发展到半个月繁殖一窝了，这速度真的是恐怖如斯啊！我逗鸽子的时候，总感觉有水落在我头上，抬头一看，一只土话梅在这里洗澡嘞。这上面有水吗？还真有，这是以前喂魔术鸽的。这个水是真脏啊，这样都能洗澡。本来还想给它挠个痒痒的，这家伙警惕性好高啊，一下就跑了。一般的鸟在洗完澡之后，羽毛打湿了，飞行能力会下降，所以它们的警惕性会变得特别高，这是它们的天性。现在羽毛干了就下来了，看它的样子好像不想让我给它挠痒痒嘞。算了算了，你自己玩吧，再见。今天是我起早了，还是蚂蚱还没起床嘞？这稻田里面一个蚂蚱都没抓到。算了算了，回家去拆盲盒去了。这里面是3颗蛋，一粉丝在装空调的时候，空调洞里面的几颗蛋，装空调没办法，只能把这个窝给拆了。所以他就给我发信息说，看我能不能把这几颗蛋孵化出来，救一下它们。一共是3颗蛋，这2颗都是好的，另外这1颗碎了，碎得一塌糊涂。也不知道这2颗还有没有救。我用手电筒灯光照了一下，好像是正常的，大头朝上，静置24个小时，放到孵化器。孵化第7天的时候，我用手电筒照了一下，2颗蛋都受精了，而且发育的很正常，坐等它们出壳。孵化第13天的时候，2只都已经出壳了，有一只是昨天晚上出壳的，另外一只今天早上出壳的。出壳的时间错了10多个小时，导致它们的块头差距还是有一点点大的，平均2-3个小时给它们喂一次食物，所以现在又到了给它们喂食物的时候了。这2只我发现它们的胃口特别好，反正每次都挺能吃的。今天先给它们喂点鸡胸肉。2只嘴巴都长得挺大的，一个个的奶啊都有份儿。这么小的块头，一次能吃这么多。这家伙又来了一块，所以说长得胖嘟嘟的。给这个家伙来一块大的，一口吞了。这2个家伙胃口都不小啊。刚出壳的小鸟身上光秃秃的，甚至仔细看连肠子都能看得到，10多天就可以飞了，好神奇呀！这家伙是最好照顾的，也不挑食，所以长得特别快。出壳第3天，又到了干饭的时间了。大家看一下它们2只有没有什么变化，身上已经开始在长羽管了，到了明天羽管就冒出来了。这一餐吃的是小鸡饲料加鸡蛋黄加西红柿汁。现在只要是食物往它们嘴边一放，它们就会张嘴，胃口挺好的，而且基本上一餐要吃好几口才会吃饱。你在这里看了半天呢，你也来一口。这货今天脾气挺好的，换成其他的时候早都上来攻击这帮小鸟了。今天除了要一点吃的，就在旁边看戏，表现非常棒。我们继续给这2只家伙搞吃的。赶紧吃饱，虽然说现在天热，但是还是要放到保温箱，温度比较均衡。还能吃啊？这应该是最后一口了吧？好，终于吃饱了。吃完之后把它们嘴巴擦干净，让它们好好休息。在手上放2分钟，马上放到保温箱，等待下一餐。主要旁边就有一个不靠谱的小伙子，看，刚说完就过来了，太不靠谱了。这家伙你们不要看他长得呆萌呆萌的，其实他的脾气可臭了，除了不咬我，他什么都咬，甚至连狗他都想欺负。好了，先把那2个家伙放保温箱，等一会儿再和你玩。买2盒盒。我就过来给爷送点药。
这狗子听到了，叫得撕心裂肺呀！走，过去看看。哎，才几天不见，这个家伙住这里来了吗？这里之前还上了一个狗子啊，那狗子去哪里了？你这是取代了它的位置啊，但是那狗子在哪里呢？这里是鸡，也没有啊。等一会儿问一下，既然来了，就把这狗子放出来玩一下。上次有个兄弟说这狗子一直盯着我看，肯定我有一只手拿的火腿肠。你们看一下，我的手是空的，什么都没拿，但是他一直盯着我。哎，去那个位置是什么意思啊？这个操作我完全看不懂。我手上真的什么食物都没有，他就是喜欢盯着我。哦，那个地方有猫嘞。我发现这里的猫是真多啊，每次过来都能发现好几只，而且这个房顶上还藏了一只，和鸟哥的那一只还有几分相似，但是明显不是同一只。上次我带了一点狗粮放在这里，还在这儿嘞，给这狗子弄一点让它吃一下。它吃饭的家伙也不知道去哪儿了，就放这个位置让它吃。很明显它又长大了不少，但是感觉它好瘦啊，腿这么细，也不知道这种狗子长大之后到底是什么样子。在这个位置也丢几颗狗粮，这上面藏了几只猫，它们胆子还是挺大的，狗粮刚丢它们就过来了。这家伙狗粮都没吃完呢，一直跟着我。最近家里都没有火腿肠了，下一次买了之后再给你带一点。我刚才带这只小狗子出去转了一圈，不知不觉又拐了一只大狗回来了。爷爷胆子还是挺大的，还敢摸它。这种不熟悉的狗子，特别是大狗，我不敢摸，我真怕它突然给我来一口。刚刚它对我还挺热情的，然后它转了一圈，自己又跑掉了。然后我还说我开车去别的地方转转，这狗子真是离谱啊，直接往我车上跳，推都推不下去。上一次它只是试探往我车上爬，这一次直接不客气。我觉得这个狗子就差把要跟着我混这几个字写在脸上了，越来越过分。然后我开车走到半路，我发现它居然悄悄地在后面跟着我，没办法，必须要把它带回去拴起来。把它给送回来了，给爷爷说了，让他等一会儿一定要把它给拴起来。主要这大马路上车太多了，很危险。溜了，不然这家伙等一会儿又要追我。这小鸡刚好一点就到处跑，我回去给它拿了一个葡萄的功夫，它就追别人去了。前几天下大雨，它出去跑了一天才找到，差点挂了。好奇怪哟，只要是没有吃的，它马上就去追别人。又跑了，但是看到我手上有吃的，它又过来了。这可能是骗吃骗喝的新套路。带回来了，刚还把它放在笼子里面关了一会儿，它嘴巴都撞破了，还是喜欢自由啊。我今天决定带它去找一下鸡妈妈，这是我之前放生那一只小母鸡生的蛋孵化出来的。上次有人问我为什么一只母鸡下的蛋也能受精，我们这边附近到处都是野鸡，所以说受精的好正常。平时鸡妈妈可能就躲在这里面，没发现呢。这只兔子在这里，不会又在打洞吧？我也不关心，在别的地方再找一下。也没有啊，终于发现它了。可能是因为今天的太阳太猛了，躲起来了。来，看一下你的孩子，都已经长这么大了。如果不是我在猪圈里面发现，它们都已经10几颗臭鸡蛋了。鸡妈妈也很懵啊，她可能在想什么时候孩子都这么大了。正常来说，她肯定是不认识的。看看吧，是吧？转身就跑了。你这个病号，暂时还是跟着我混吧，还要先把你的病给治好。这个家伙以为我手上有食物，赶紧跳到我手上。他也算是个病号，翅膀羽毛都断了。不过正在换羽毛，这一次换好之后就可以把它给放生，顺便给这个家伙搞点水果吃一下，他们的最爱呀。门口的柿子树天天都被他们光顾。再来一块大的，还好这家伙都是吃素的，如果是吃肉这还得了啊，就一会儿的功夫吃几口了，我都数不清了。
好了，兄弟，你自己在这里找果子吃。他还有2个兄弟，飞行能力特别强悍，在前面那一片竹林里面，就他飞行能力弱得要命。不过最多也就1个月的时间，他就可以重返天空了。这个家伙也让他在外面活动一下。今天太阳不错，晒下太阳。他感冒了，不过问题不大。一起孵化3只，他另外2个兄弟好得很，就他有点笨，又开始在追别人了，也不知道是什么毛病，智商有待提高啊，这小鸡。到时候把它放生了，看他怎么追。Thank you.